千元界中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其中的新生势力也越来越多。其中四圣宫就是新生势力中最受欢迎的一道超级势力，就连一些老牌的超级势力也被四圣宫的热度覆盖。不过他们可没有因为四圣宫的强大而去找茬，因为他们并不是傻子，去找后台硬的不能再硬的四圣宫，除非是想要找死。虽然四圣宫没有靠着自己父亲的势力作为靠山，但如果四圣宫受到其他超级势力欺压的时候，想必无尽火域、武境、幕府这三大超级霸主势力也会出手，将其欺压四圣宫的那些超级势力瞬间化为千元界的虚无。所以这几年四圣宫的崛起并没有受到各方超级势力打压，甚至都是选择推崇四圣宫，与四圣宫频频交好，可不想与这样的一道超级势力为敌。他们可不是傻到去找死，我家的宝贝女儿儿子很出色。萧炎笑道，如今他们自己当年所创立的势力可没有那么容易，都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要不是自己天赋势力足够强大，怕是也不会成为当时整个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势力，而如今更是成为了千元界的超级霸主势力。有了父亲这边打好的基础，才让四圣宫发展如此的迅速，当然也有着萧萧、萧凌、林静、慕云熙四人异于常人的天赋展现，才会受到各大势力以及超级势力的推崇。如果不是他们是四人的努力，就算他们是炎帝五祖墓主的孩子，也不可能会受到人人推崇，更不可能会让四圣宫这道新生的超级势力生存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才能够管理四圣宫的运转和秩序。比起萧炎、林动、沐尘这三位甩手掌柜，可好的太多太多了。受到自己父亲的称赞，四圣宫的四大公主竟然有些脸红起来，不过心中则是非常的开心，这也算是得到三大传奇人物的认可。老爹，比起你，我们还差得很远呢。刚刚我们四人联手都无法击败对方，而老爹的出现，一需要挥一挥手就将这强大的黑影给瞬间抹杀了。想要追逐老爹一样的高度，我们还需要时间努力。萧炎等人微微一笑，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回想起刚刚那道黑影，萧炎始终有不好的预感，便是对着自己的孩子们叮嘱道：刚刚那黑影的气息有一道令我非常熟悉的感觉，而且刚刚会被我击杀的还不是本尊，应该是分身。此话一出，萧萧、萧凌等人便是一愣，不是本尊，如果真的是分身的话，竟是都有着如此的力量，看样子已经超越圣品，达到半步主宰境的领域了。那么本尊至少也都是一位主宰境的主宰者，对于主宰境，就算是萧萧都未曾感应到那一道契机，也就是世界的意志。萧萧的实力是四人中的最强，圣品巅峰，不过距离圣品之路的尽头也还有一些距离，或许只有达到圣品尽头的时候，方才能够触及那一道契机吧。分身吗？那要找出本尊才行，不然对方肯定还会对我们上位面的强者动手夺取灵魂。萧凌开口道，如今萧炎等人回来，就不怕对方有多么的强大，就算再强大，也不可能是炎帝的对手。萧炎闻言迟疑了片刻之后回应道，难道说这道黑影是下位面来的？萧凌点点头，继续说道，对，之前我们大千世界的一些强者被夺取灵魂，我们便是展开一系列的调查，最后发现对方是来自下位面大陆之人，如果是突破了下位面至古的飞升，其实力也就至尊境，但是这一次对方却是连天至尊都不是其对手，而且很多至尊境和的至尊强者甚至天至尊都遭遇不测。听了萧凌所说之后，不仅是萧炎有些惊疑，就连灵动和沐尘脸上都是有着一丝变化。对方究竟是谁？下位面来的神秘强者吗？萧炎自言自语的呢喃，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情，目光开始扫荡着诸多下位面大陆，一道强大的主境灵魂的力量朝着无数个连接大千世界的下位面大陆扫荡而去。现在萧炎的灵魂力量更是精进了许多，距离主境灵魂巅峰也只有一步之遥了。那么届时距离那神境灵魂境界也将会越来越被拉近，也不知道那在灵魂等级中最高的神境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大层次。现在的主境灵魂都如此的强大，真的能够突破神境，恐怕又会是一个全新的广袤天地了。经过萧炎主境灵魂的扫荡之后，并没有发现下位面大陆中有什么异常的发现，并且每一个下位面大陆上的世界之灵都是非常的正常，并没有受到其他东西的入侵，这令得萧炎更加的心生疑虑起来。如果能够发现什么，这对萧炎来说事情还好处理一点，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发现，更令得萧炎觉得黑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且现在回想起来，那黑影身上的气息实在有些似曾相识。目光微微闪烁之后，萧炎也并不打算这样毫无头绪的想下去，然后也打算先回到自己的势力当中，与自己妻子和亲人相聚一下，同时也看看当初自己所创立的超级霸主势力在如今是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而那悬浮在虚空上的方舟上，两道身影也是暴掠而下，最后轻轻的落地，目光看了看周围的众人和这里的环境，微微一笑道，这就是萧炎兄、林动兄、沐尘兄三大绝世天才的故乡吗？还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紫逸晴的美眸微眯，感受着千元界这片天地中有着非常浓郁磅礴的元气，也就是世界本源之气。如此丰富的资源，无愧是将他们天元界力挽狂澜的绝世传奇啊！你们的世界都可以堪比第2等级世界了，按照现在的元气浓郁程度，已经直逼天心界了。王熙也是被萧炎、林动、沐尘的世界给惊愕了一下，
毕竟这还只是第3等级的世界，竟然能够有着直逼第2等级世界的资源丰富。不过想要彻底的达到天星界那种程度，还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要知道，从一个第3等级世界晋升第2等级世界行列，至少都得1000万年。如今千元界能够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就能够挤入第2等级世界中，已经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事迹了。如果按照其他世界而言，就算过了数千万年，也不能会堪比第2等级世界一样的高度，以及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自从大千世界与小千世界融合后，成为千元界，其中的天地能量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提升。当年千元界被分为2个独立的世界后，进入衰退期，而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阶段性的爆发阶段。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或许真的能够脱离第3等级世界的范围，成为第2等级世界。不过这样的现实，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还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彻底的将大界中的力量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到时候千元界之中，每一位修炼者都能够有成神的机会。毕竟成神的必须要在自己体内种下神骨才行，而突破至神指境的桎梏，第3等级世界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第3等级世界没有神灵之物，只拥有神灵之物的世界才能够超脱主宰，成为神奇。见到这2位陌生的面孔，在场的其他人纷纷投去目光，打量着紫翼晴和王熙的身体上下。也就是这么简单的探查下，他们惊人的发现，这2人的气息也是非常恐怖，比起千元界的那几位主宰者都要强大很多很多。这2人跟随着炎帝五祖墓主来到千元界，令众人有些好奇，他们究竟是谁？而且他们2人体内的气息似乎不同于他们大千世界，应该是来自界外之宙的其他大界之人。此时面对众多天至尊的好奇目光，萧炎微微一笑道：“各位，我介绍一下，这2位是第2等级大界之人，也就是此前我与灵兄牧尘所前往的世界。第2等级世界。”这几个字传入这些人耳朵中的时候，身躯都是不由自主的一颤。他们听过第2等级世界在整个大宙中分9界，他们千元界则是第3等级，而第2等级的世界则是比第3等级世界中的资源不知道丰富了多少倍不知。如果能够进入第2等级的大界去修炼，那么他们这些天至尊将会获得绝对资源的提升，到时候就算是难以触及的主宰境，都可能有突破的可能。不过他们心中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也不能想想，并不能说出来。原来是第2等级大界之人，我们乃千元界的天至尊，见过2位。四圣宫的8位天至尊对齐，皆是恭敬无比，毕竟来者是客，热情一点总是对的。而萧萧、萧玲玲、静穆、云溪4位公主也是一脸崇敬的对其拱手示意一笑。既然已经解决了这里的麻烦，我们先回到无尽火域吧。萧炎对着自己的宝贝孩子温馨一笑，然后对着灵动、沐尘等人抱拳笑道：“灵兄、沐尘，我们再会。”灵动也是抱拳示意道：“好，萧兄，此番离开千元界已经数年，我也想迫不及待的想回到武境看看，现在的武境达到何种程度了。”说完，便是带着灵境化作一抹流光，朝着千元界的极南之地的武境掠去。萧炎兄，再会。沐尘抱拳一笑，然后宠溺地看着慕云熙，这位宝贝女儿，便是牵起她那纤细的手，直接锁定天罗大陆的位置，旋即2道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望着他们的离去，萧萧对着8位天至尊开口道：“你们先回去四圣宫吧。”是，萧公主。 8道异口同声的恭敬之意传出，然后他们也没有多留片刻，直接离开了此处。老爹，我们快回去吧，我想娘亲可等急了。萧凌露出白灿灿的牙齿，冲着萧炎一笑，后者无奈一笑，不过自己也非常想念薰儿与彩铃，然后对一旁的紫翼晴和王熙说道：“2位一同与我回无尽火域吧。”紫翼晴、王熙2人点点头道：“真想看一看你这位炎帝的势力究竟是多么的庞大。”几人会心一笑，萧炎拉着萧萧和萧凌的手，对着千元界极北之地的方向微微一笑，因为那里便是无尽火域的地狱。走，一字落下，他们的身影直接爆射而出，犹如流星般的速度，急速划过天际之上，极北之地、无尽大陆、无尽火域、炎帝宫内，一道淡青身影踏出虚空，缓缓现身于那大殿前台，赫然便是萧炎的先祖萧玄，如今乃是无尽火域的域主。萧炎当年创立无尽火域后，炼药术等级达到了传说中的药圣级别，炼制了一枚丹药，以及配合圣境灵魂的强大力量，将已经是残魂的萧玄复活了过来，又炼制了一道至尊肉身，并且萧玄先祖本就是天赋异禀，所施展出来的力量足以碾压同等级的所有超级强者。当年在抵御域外邪族入侵的时候，就已经是圣品天至尊。在经过长时间的修炼，在几年前，萧玄的实力已经达到半步主宰境。想必现在萧玄恐怕已经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姓名，成为一位主宰者。恭迎域主。此时，大殿门口也是出现众多身影，皆是恭敬地对着这位无尽火域的域主抱拳相迎。薰儿、彩铃还有古元竹坤也是在此列当中，4人的实力更是达到了超脱圣品，成就主宰。望着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脸庞，萧玄也是一抹欣慰之色显在嘴角。如今千元界的资源不断的提升，而且他们无尽火域作为千元界的3大超级霸主之一，自然其中的底蕴更是无比的强大。无尽火域中得至尊数万人，天至尊数千人，半步主宰也有近50来号人，而真正的主宰境主宰者有7位，分别是域主萧玄、副域主圣云尊者、副域主冷霜尊者、
还有薰儿与彩铃，以及古元和竹坤。虽然说现在的千元界中资源比起以前更加的丰富，可是想要突破主宰境，还是相当的非常困难。主宰境的主宰者能够达到数7人，是无尽火域真正的高层力量。要知道7位主宰者是多么的可怕。无尽火域能有如今的强大底蕴，离不开无限场每一位能出现在这大殿之前的身影，皆为无尽火域付出了很多汗马功劳。当然，萧玄也是知晓，无论今日他有着何等的王者之势，这些人的信仰之人始终都是那让他重获新生的萧族后辈，那个让他曾经为其散尽最后一丝灵魂，将整个萧族都托付于的年轻人。想到那道看似瘦削的身影，也是极为的欣慰，更是无比的骄傲。那曾经没落的萧族竟然会出现这般绝世天才人物，他能有今日之威，无尽火域能有今日之势，全都是那道瘦削身影时刻徘徊在生死边缘而获得的。这时候2道倩影从人群中走出，一位身着白色素裙的女子站立于萧玄身前恭敬施礼，那淡然微笑的脸颊透发着一股清新空灵的气质。女子竟一头雪白长发齐腰，如婴儿般的稚嫩脸庞上有着一对紫瞳轻盈转动。此女子就是曾经与萧炎在斗气大陆一起拼搏惹人疼惜的小医仙。当然，人不可貌相，在对待敌人时，她是让天至尊都恐惧的天毒女。而另一位女子，她一套素裙包裹着丰满娇躯，漆黑如墨的3000青丝如瀑布般的披洒而下，那张绝色容颜充斥动人的空灵之色，恬然的美丽脸颊却是透着一抹素衣难以掩饰的雍容与高贵。而她便是那曾经在魔兽山脉中与萧炎初见的云芝。云韵，小医仙与云韵如今也是无尽火域的一员。当年他们突破斗帝，从而晋升大千世界，而第一站就是无尽火域的招揽所在。在那个时候开始，他们2女便一直在无尽火域之中，同时也帮忙打理域中的一些事务。无尽火域大部分的成员皆是来自下位面的斗气大陆，也可以说无尽火域给斗气大陆那些飞升的斗帝强者有着优先权，毕竟那是萧炎小时候就生活的地方，有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不过今日无尽火域有着如此的阵仗，是因为他们作为3大超级霸主势力之一，必须为这段时间诸多千元界的强者不乏有天至尊都诡异的死亡进行调查。这段时间也勘察了现场，都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然后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强者竟然都没有灵魂。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的事情，萧玄决定开始派出无尽火域的诸多强者进行更深度的调查。此次召集大家，想必大家也已经知晓什么原因。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率，丹殿与丹塔也出动了药尘和丹塔那老家伙和那3巨头，如有突发情况，他们便可以及时为大家提供高阶的丹药。如果遇到强敌，他们也会协助你们一起战斗。此次大家一定要大范围检查，确保无误。萧玄对着众人发号施令，并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是，狱主。宫殿内无数天至尊齐齐出声，这等强大的阵仗堪比有着抵御界外强敌入侵一般。此时人群之中再次走出2道倩影，向萧玄狱主行礼。其中一位女子容貌极美，紫金之眸，神秘而妖媚，一身紫金色裙袍，其上龙黄舞动，透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尊贵气息。一头紫色长如瀑布般的倾洒而下，她便是当年在斗气大陆整天缠着萧炎找丹药吃的蛮力王，如今也是一位无尽火域的核心成员，太虚古龙族的女皇紫妍。另一位女子，一袭青绿衣裙包裹着玲珑有致的傲人身躯，凝视双眼，那是一双充满绿色的美丽眼瞳，眼瞳的深处有着3个绿色的小点，围绕着瞳孔缓缓旋转，充满着妖异之感。这青衣女孩便是曾经在斗气大陆唯唯诺诺的小丫鬟，在被抓走之后，一番拼搏修炼，也是跨入强者之巅的行列，拥有碧蛇3花瞳、青灵。他们略作行礼之后，2女将自己的队伍成员打点了一下，而在他们身后的成员无一不是一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实力极强。接下来随着萧玄狱主不断的发号施令，接连有着强者领队之人领命而去，而古元和竹坤等几位也是其中之一。现在古元的修为境界也是超脱了圣品，达到主宰境，其实力也拥有了世界伟力。开口说道：我倒要看看杀害我们千元界诸多的强者究竟是谁。一旁的太虚古龙老龙皇竹坤也是开口说道：管他是谁，这一次别让老夫抓住，一旦抓住，我非得撕碎对方的肉体不可。萧玄见到这2位与自己同一时期的巅峰强者，对其也是微微一笑，沉声道：你们的实力也已经达到主宰境了，无愧是古族族长和太虚古龙族的老龙皇。萧玄，你是我们唯一认可的最强之人，从远古时期便是如此，如今同样也是。古元与竹坤大笑起来，能够有机会与这些曾经的老友还能够在一起作战，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情。3人也是会心一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彼此心中的心情。不过在这人群之中，还有最近刚晋升大千世界的斗气大陆中的斗帝强者，而这些斗帝强者的面容都是萧炎极为熟悉的。大家行动吧！萧玄狱主的话音一落，宫殿内的领队之人便是率领着诸多天至尊前往千元界各处探查这段时间的诡异事件。不过也就在众人刚欲化为流光，准备朝着千元界各处方向掠去之时，一道令众人都无比震撼的声音响起：无尽火域的众人不用前往探查了，我已暂时解决了。
最近在千元界击杀夺取诸多强者灵魂的神秘之人。此话传入了炎帝宫内的所有众人，他们闻声望去，确实发现在遥远的天际上有着5道流光，便是朝着此处急速掠来。那是……如今无尽火域之中有新加入的成员，虽然听闻过炎帝之名，不过对于真正炎帝的本尊确实有些不熟悉。然而一些眼睛精锐之人早就发现那5道流光之中有2道气息是萧萧和萧凌，其余2道则是很陌生的气息，而最后1道气息似乎是无尽火域的大域主炎帝萧炎。感应其中几道身影的气息，无尽火域的众人便是纷纷跪得而下，然后双手拱手敬拜，恭迎炎帝归来。一道道齐刷刷的声音从宫殿中传荡而起，那等声势非常的浩大。5道流光下一刻便是出现在无尽火域的上空。此时不管是炎帝宫殿内的还是宫殿外的众人，看清楚来者之后，竟然都是一一跪下，对虚空上的瘦削黑袍男子恭敬齐声。是大狱主，是大狱主回来了，真的是大狱主。见到真的是这位传奇人物的归来，无尽火域上下皆是恭迎出声。感受到无尽火域这般声势，跟随者萧炎一同前来的紫翼晴和王熙都是一时间处于惊讶之中。虽然他们在天元界也有着自己的势力，但是并不会像无尽火域这般，竟然对他们的无尽火域创始人如此的敬拜与臣服。这得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才能够做到这一般。萧炎果然不同凡响，在千元界就有如此诸多的生灵对其恭敬，想必仅凭炎帝之名，便是能够响彻整个千元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如此，紫翼晴和王熙才看到了现在的震撼一幕。萧炎兄，没想到你的影响力竟然已经达到这等浩大的地步了，我都极为羡慕啊！王熙收回震惊的目光，然后对着萧炎笑道：“他身为血海域的领导者，或许血海域的一众人都是听他的命令，可是却没能达到与无尽火域这样的画面，而且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恭敬崇拜他们的大域主，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思。恐怕能够达到这样程度的，在整个千元界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萧炎一笑，然后拉着萧凌便是掠进了炎帝宫之中。随着几道身影的落地后，在场的所有人几乎是跪拜了下来，唯有萧炎的亲人、爱人以及族人，他们都是露出震惊而激动的目光。眼前出现的这位黑袍男子，竟然是离开千元界已经数年之久的炎帝萧炎。首先便是看见一些曾经斗气大陆的老朋友，紫妍、青灵，还有迦南学院的那几位熟悉的面容。虽然过了几十年，但是对于他们的面容再熟悉不过了。林修崖、吴昊、虎家，你们竟然都突破斗帝了，恭喜你们！萧炎第一眼便是看见这些曾经最熟悉的人，此时他的脸上浮现出当年年轻时的笑容。萧炎，你这家伙竟然快了我们这么多步！我们也是前不久突破斗帝，晋升大千世界后，便是让无尽火域的几位接引者将我们带到了此处。吴昊、虎家上前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这一举动令的宫殿内那些一直跪拜的众天至尊都瞪大了眼睛，心想着这几人竟然能够与炎帝做出如此动作。不过看到炎帝完全不介意的样子，想必与炎帝有着不一样的关系。萧炎，虽然我们突破到了斗帝，不过我依旧看不透你的实力，你究竟又达到什么恐怖的层次了？林修崖有些好奇的道，如今看向萧炎时，有一种隐隐之感，那种感觉似乎与他们这些人有着不同之处，那似乎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气息，简直就是神一般。萧炎笑道，就算我实力再强，也抵不过比起见到你们更开心。如今能够见到你们突破斗帝，真是令我很欣慰。看来斗气大陆上的地之元气，也随着大千世界与小千世界融合后，其中的资源也是有着巨大的提升。对了，现在除了你们，还有谁有突破斗帝来到大千世界了吗？萧炎继续问道。其实有很多斗气大陆的强者都已经突破斗帝，只不过他们却选择放弃晋升大千世界，留在斗气大陆。林修崖说到这里时，脸上却是有些一抹凝重之色。见到林修崖这般模样，萧炎则是疑惑地问道，他们为何不晋升大千世界，上位面的世界，才能让斗帝再次得到提升实力的最佳之地？加玛帝国3大家族以及皇室，那些曾经的斗皇比我们更早突破斗帝至骨，他们却依旧选择在斗气大陆上。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斗气大陆有着异样发生，他们则是选择保护斗气大陆，一旦有强敌入侵，他们这些斗帝将会共同抵御。这时林修崖便是解释的道。闻言，萧炎有些一惊，斗气大陆有强敌入侵吗？这绝对是萧炎最不允许的。斗气大陆乃是自己第一个家乡，心底也暗自决定，过段时间需要去一趟斗气大陆了。好，这事我知晓了，你们就安心在无尽火域好好修炼，继续提升修为。萧炎拍了拍林修崖和吴昊的肩膀，然后对着虎家微微一笑。这一次的回来，终于在大千世界见到了这些曾经熟悉之人的身影，那时在斗气大陆的回忆真是历历在目。时间一晃，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这几十年对于突破神指境的萧炎来说不算什么，但那都是自己年轻时一步一步迈向强者之路的回忆啊。然后萧炎几人的身影向前迈去，看见古元竹坤，还有药老、丹塔老祖和丹塔3巨头悬空子、玄一、天雷子，这些都是
能够令萧炎类目的熟悉身影。萧炎对着他们拱手微笑示意，目光扫荡在他们的身上，犹如让自己回到了当初自己还只是一位斗斗尊的小子。小辈萧炎见过丹塔老祖前辈、玄空子前辈、天雷子前辈，还有玄一师母。此话一出，令得玄一竟都是有一些脸颊微红起来。这几位丹塔的强者也是微笑对着萧炎示意。对于如今萧炎的成就，他们乃是非常的欣慰。曾经五帝破空，打开位面通道，解开万年来斗帝消失之谜，并且在无数天之至尊的大千世界中脱颖而出，站在了大千世界之巅，成为让诸多天至尊乃是圣品天至尊都仰望的传奇存在，创立无尽火域，抵御域外邪族。如此风范，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强者才敢做的事情。这就是炎帝的大义。